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一本改变了张良命运的奇书《素书》，短短1000余字，却藏着华夏文明的精神密码。开篇一句“道德仁义礼，五者一体也”，道尽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。这5个字究竟有何魔力？为何能穿越千年，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？古人说天地初开，混沌生阴阳，阴阳化万物，而道德仁义礼就像五行相生，是宇宙秩序的本源。你看，夏朝大禹治水，顺道而行才平定洪灾；商汤灭桀，靠的是德备四海；周朝800年基业，全凭人心正义和理智支撑。这5个字缺一个就会出现乱子。夏桀失道，商纣失德，最终都落得亡国的下场。其实这5者就像我们的5指，看似独立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手掌。道是掌心，德是拇指，仁是食指，义是中指，礼是无名指，少了任何一根都握不住生活的重量。素书说，道者人之所导，使万物不知其所由。道就像空气，我们每天都在用，却常常忽略它的存在。春天播种，秋天收获，这是农耕之道；候鸟南飞，春暖花开，这是自然之道。做人言而有信，做事循序渐进，这是处世之道。汉初曹参做宰相，什么都不敢，只守着萧何的规矩，反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这是导的智慧，不瞎折腾，顺应规律。反观秦始皇统一6国后，非要逆天而行，修长城，建阿房宫，把百姓逼到绝路，结果秦朝20就亡了。这告诉我们，顺着道走，再慢也是进步；逆着道来，再快也要翻车。如果道是土壤，那德就是阳光雨露。德者，人之所得，使万物各得其所欲。意思是，德能让万物得到自己想要的。周文王治理西岐时，农民想要田地，他就减税；老人想要安稳，他就养老；贤人想要施展才华，他就重用。结果西岐的人走路都互相谦让，耕田都互相让地，这就是德的力量。你让别人舒服，别人自然会让你舒服。可夏桀却反着来，把百姓的钱财抢来建瑶台，把反对他的人剁成肉酱，最后百姓宁愿跟他同归于尽。所以说，德不是口号，是让别人各得其所的实在行动。仁者，人之所亲，有慈惠恻隐之心。仁就是看见别人有难处时，心里那么一下柔软。孟子说，看见小孩要掉进井里，谁都会下意识去拉，这不是为了讨好家长，就是骨子里的人心。东汉张仲景看到瘟疫横行，家家户户都有死人，就拼命研究药方，写出《伤寒杂病论》，救了无数人。他说，上以疗君亲之急，下以救贫贱之恶，这就是人的最高境界，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。可秦始皇坑杀儒生，连小孩都不放过，这就是丢了人心。一个人没了人，再厉害也是野兽；一个社会没了人，再富裕也是冰窟。义者，人之所宜，赏善罚恶。义就是该做的事，不管有没有好处，都得去做；不该做的事，不管有多大的诱惑，都不能碰。关羽在曹营，曹操给了他无数的金银美女，可他心里只想着刘备，最后千里走单骑也要回去，这是兄弟之义。岳飞明知会被冤枉，还是坚持抗金，喊出那句还我山河，这是家国之义。反过来，那些贪官污吏为了钱出卖良心，就是不义。那些见死不救的人看着别人受难还冷眼旁观，也是不义。义的东西平时看不出来，关键时刻能让人挺直了腰杆。礼者，人之所履，以成人伦之序。礼不是死板的规矩，是让人和人相处舒服的润滑剂。周公治理不是为了约束人，而是为了让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朋友有信。早上给父母问声好，这是家庭之礼；见了长辈点点头，这是长幼之礼；跟朋友约好时间不迟到，这是交往之礼。这些小事做好了，关系就顺了。周幽王为了逗妃子笑，拿烽火台开玩笑，把诸侯当猴耍，这就是失礼。结果真有敌人来时，没人来救他，西周就这么亡了。所以说，礼是敬畏心，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素书最厉害的是这句：贤人君子，浅居报道，以待其时。
真正的智者都懂得等待的艺术。姜子牙在渭水钓鱼，等了70多年才遇到周文王。之前就算屠牛卖肉，也没放弃研究兵法。诸葛亮在南阳种地，一边读书一边观察天下大事。等到刘备三顾茅庐，一出手就定下3分天下的格局。孔子周游列国，没人用他，就回来教书，编《诗经》《春秋》，结果他的思想影响了2000年的中国。这告诉我们，机会没来时，先把自己打磨好，机会来了才能接得住。就算没有机会，把道守住，名声也能传下去。道德、仁义、礼这5个字，其实就是中国人的生活说明书。守道就不会迷路，修德就有人相助，存仁就活得温暖，明义就问心无愧，惜礼就受人尊重。不管时代怎么变，这些道理都不会变。愿我们都能做一个潜居报道的人，在自己的生活里守好这5个字，既能安身立命，也能不负此生。